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又尝试了另外一个拍摄视角因为之前的那个拍摄视角，有人讲我一边驾车一边这样往旁边看，有一点危险，所以今天就把这个视角移来前面一点点，然后换了另外一台相机，顺便可以试一下这台相机像不像机，顺便可以试一下这架相机拍出来效果是怎么样的啦。很多时候我拍了一些新车，虽然它是所谓的Auto牙，可能它是传统的自排变速箱，也有可能它是 CVT， 也有可能它是 DCT 双离合变速箱。那如果它没有 Pedal Shifter 的话，大多数的 CVT、DCT 在 Gear Knob 这边都可以做到自己变速的那个加减压功能就会有一些观众他们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留言问我这个东西是怎么操作它的操作逻辑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是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在方向盘后面用换挡拨片换挡，是不是跟美诺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那在影片开始前呢，也要非常感谢本期节目赞助厂商70迈。大家都知道嘛，双11又要来了70迈呢也在双11的时候做了非常 good job 的 offer， 只要你们花费250块以上将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用的 microfiber 抹车布，还有一个神秘礼品。除此之外，只要你有消费没有 minimum 消费制将会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奖品非常丰富会有1台 iPad， 还有3台 AirPod 要送出去，所以赶快到我的影片下方就可以找到它的链接，先点击进去放进你的购物车，双11的时候呢就跟它买下去好，回到今天的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是美诺车跟 Auto 车加起来，Auto 车当然是比较容易啦当然我讲的 Auto 是包括了 CVT、DCT 还有传统的自排变速箱，所以我全部统一叫它 Auto美诺跟 Auto 加起来，当然 Auto 是比较舒服啦，你不需要一直换挡美诺每一个换挡你都要踩下离合器挂档，然后还要慢慢放 clutch 给那个离合器跟油门配合到刚刚好，车子才会行走起来。Auto 牙不用的，start 车就是开车了。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 Pedal Shifter 到底是怎样用啦。其实这个加减牙 Pedal Shifter 是同一个东西来的，只不过有些车他们坐在 Gear Knob， 有些车他们坐在 Steering 后面，功能是一样的，就是让你做到自己加减档。我相信很多人考车是考 Auto 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考 Auto 牙没有学到的部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进档，什么时候要退档。因为你在考车的时候，考 Auto 牙你就是踏油就走，踏 brake 就停嘛，非常的容易。考美诺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要进退档，给那个车的动力分配到刚刚好，车就不会死火，然后用最好的动力输出来驱动那一台车。 OK， 因为今天的这个拍摄角度我用了另外一台相机，所以不知道画面拍出来怎么样，你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如果觉得不 OK 的话，以后我再换一换拍摄角度，或者换多一台相机啦。 OK， 在那之前我们先要来知道一下换牙是为了做什么嘞？ OK， 因为我们的车的引擎在动力输出的时候，把动力传到轮子之前呢，会经过压箱，就是变速箱。为什么要有压箱呢？因为你的车不可能用单一输出来驱动整辆车从0到可能180这样子，除非你是电动车，大部分的电动车都没有变速箱。那像我们这种汽油车、燃油车都会有变速箱。如果你们有骑过可以换牙的脚车，应该都知道，当我们换轻牙可能就是1号牙的意思啦，你就感觉很轻，脚可以转很快，可是那辆脚车不会走很慢。那我们在骑脚车的时候，从轻牙慢慢加重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脚就不需要转那么快，可是脚车的速度却很快。不管车摩托脚车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我们车跟摩托在退低档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像 engine brake 这样，如果你的速度已经是很快了，那你去退低档的话，那个车就会慢下来，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云顶下山的时候，旁边的路牌就会要你们挂低档，就是为了不要让你们一直死命踏那个 brake 啊，不然你的 brake 会 overheat。关于这个刹车 overheat 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我之前拍过的一部影片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刹车如果过热会怎么样啊。你从云顶山上下来的时候，你挂重档，可能就是5号牙还是6号牙的话，你的车就会很顺很快，可是就很危险哦，因为没有 engine brake 嘛，没有一个牵引力拉着你，这样子比较危险啊。那在爬坡的时候，上山的时候要怎样呢？是不是要挂重档，我的车才快，上山就快啊？其实不是哦，因为在上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车是比较吃力的，很重嘛，所以我们也是要挂低档，就是要放弃可能2号牙、3号牙这样子，让你的车可以用比较轻的动力输出，让你的车动起来。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骑脚车的时候，如果挂低档的时候，转那个 crank 啊，是不是感觉要转很快，可是车不会走？可是你脚是轻松的，因为转很轻啊。所以我们上山也是用挂低档的方式来开车。OK， 现在我们来讲 CVT 的车啊，很多时候会看到7 speed CVT、8 speed CVT， 甚至 Vios GRS 有10 speed CVT 啊，哇，是不是它有10个牙可以换啊？对，可以讲它是有10个牙可以换，也可以讲不是，因为 CVT 根本就没有牙。CVT 呢是由钢带来驱动的，它的变速方式呢是由2 set 那个锥形的 roller 啊，那2个锥形盘呢由开合来改变它的那个钢带接触面积的 diameter， 从而实现模拟出来的 gear ratio 啊。所以呢 CVT 所谓的7 speed、8 speed、9 speed、10 speed 都好，其实它都是一个 speed， 然后由钢带的那个 diameter 变化来达到变速功能。所以 CVT 啊，其实啊，在这个传动效能来讲啊，真的是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idea 来的。然后最直接让你们知道 CVT 是怎样一个东西呢？很容易的，就是 scooter。如果你们有骑过 scooter 就知道了，转油它就走了。可是你很奇怪的，转油它又会变重，然后又会变快啊，那个就是 scooter CVT 的原理。在车上也是一样，只是它把皮带换成了钢带，所以会比较耐。但是所谓的比较耐，也不是让你们暴力超驾啦。如果你们每一次上车就一脚油门下，那个皮带不对，那个钢带是会打滑的，也会把那2个锥体圆盘呢弄坏掉。CVT 还是要斯文一点驾比较好啦。然后 DCT 呢是双离合变速器，它里面真的是有牙的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 CVT 呢跟传统变速箱或者 DCT 呢比较起来，就好像传统变速箱是你走楼梯，就是一阶一阶上去啊 ，DCT 也是走楼梯，一阶一阶上，一阶一阶下，每一阶离多远是固定的。可是 CVT 就好像你要上楼，你走斜坡上 ，OK， 你要走大步，你要走小步，你要走怎样的角度是你自己来决定的。然后如果你放去 D 档 Auto Mode 来驾的话，你的车就会自己适配你的车当下的动力还有速度适合挂在哪一档。所谓的哪一档其实也没有档，可能它是 1.25 档或者 3.765 档都 OK。但是如果你用加减牙去换的话，它就会有 preset 好的档位，可能你挂2档的时候，它的斜坡在这边，3档再上一点，4档再上一点，这样子啊，那个就是 CVT 的操作原理，还有它的运作方式。Manual 就没有了，Manual 也是走楼梯来的，每一档的那个间隔是已经固定了的。OK， 至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CVT 它有没有办法做到好像下山的 engine brake 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大家现在应该都了解了所谓多牙的变速箱的变速原理，所以你们也清楚知道怎样用 pedal shift， 还有怎样用加减牙了啦。我也不确定今天我讲的完不完整，可能我漏掉了一些 info， 你们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哦。那接下来有机会呢，可能我还可以做多一集补充内容，我们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那边一起互相交流讨论啦。OK， 当然不要忘记双11的时候呢，去抢购70迈的产品，凡是消费250块以上将会获得好料礼品，然后凡是消费呢，不管你花多少钱都好，都有机会参加抽
抽奖活动，这个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他们的官方网店链接，点击进去选购你们喜欢的产品，先给它放进购物车啦。好，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